你个死囚干什么？呼吸没了，心跳也快停了。住手！你这死囚，光天化日竟敢对典狱长做出此等龌龊之事！闭嘴！再耽误3息，他就真死了。他还没死，我能救他。林渊，你个死到临头的囚犯，在这儿胡咧咧什么？典狱长是你能救的。我再说一遍，他不是死了，是心脏停跳了。现在每过一息，他活命的机会就少1分。你们再耽误，他就真没救了。你说你能救，你拿什么救？治不好，治死了典狱长，你就是凌迟也赎不了罪。我用命担保。现在，立刻开牢门，让我出去。再耽误，阎王爷来了也救不回他。放肆！老朽行医50载，断他是心阳暴脱，回天乏术。你一个乳臭未干的死囚，也敢妄言能救？哼！滑天下之大稽。50载，你连他为什么倒下都不知道，凭什么断他必死？你那套痰迷心窍的鬼话，救得了人吗？赵狱卒，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听那个老东西的，准备后事；然后呢，典狱长一死，上头的大人物震怒，一个伺候不力的罪名扣下来，够你们全家喝一壶。第二，信我一次，把门打开。我若救不活，反正明日也是一死，大不了陪葬。可我若救活了，就是你赵铁在鬼门关前把典狱长拉了回来，这是天大的功劳。横竖是个死，听老云医的，必死无疑，我还要担责。信这死囚，万一真有奇迹呢？开门！我赵铁今天就赌这一把。你要敢耍花样，我第一个拐了你！呼吸没了，颈动脉搏动急不可查，果然是心脏骤停，100到120次每分钟，用力，快，别停！他这是在做什么？按死人胸口，什么邪门法子？住手！你这是要做什么？闭嘴！这叫人工呼吸，给他肺里送气，他自己没法喘，我不帮他喘，脑子就要被憋死，你懂个屁！这都快1炷香了，人怎么还没醒？我看是不行了。嘘，你们看典狱长的脸，被一个死囚用一双手硬生生按活了。频率基本恢复了，底子不错，挺过这关，慢慢调养便能康复，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了。好啊！侥幸不过是侥幸罢了。小友，你方才那番拳打脚踢的把戏，虽歪打正着救了典狱长，可你若说这是医术，老朽第一个不服。哦，不服？自然不服。我大前医道源远流长，讲究望闻问切、阴阳调和、君臣佐使。你呢，连典狱之得的是什么病都说不清，只知道按胸口，这算哪门子医术？你不过是仗着一身蛮力。老先生，你问我典狱中得的是什么病？行，我告诉你，他这病叫心痹，病根在心。人的胸膛里有一颗心，日夜不停地跳，把血输送到四肢百骸。这颗心要跳动，就需要它自己的脉络，我称为静脉，给它供血。典狱长常年大鱼大肉，饮酒无度，身体肥胖，那供养心脏的静脉里早堆满了油故，越来越窄。今夜他情绪激动，那本就狭窄的脉络被一块淤堵彻底卡死，心得不到气血，便瞬间罢工。心一停，血就不流，血不流，人身上下，尤其是脑子，顷之间就因得不到气血而爆坏，这才是他突然倒地、面色青紫、呼吸停止的真正原因。一派胡言！你说人心里有什么静脉，又说脑子要靠气血供养，空口白话，谁人不会说？你可有凭据？老先生，你行医50载，人为何会死？这人之大限，油尽灯枯，自然便死了。那我再问，一个壮汉若被一刀封喉，
割断了脖子上那根最粗的血管。他是死于油尽灯枯吗？他是不是顷刻间就血流如注，气绝身亡？这是外伤致死，自然不同。没什么不同，本质都是一个气血断绝。脖子上那根血管，我称之为颈动脉。看好了，这就是人的心脏，上面2个腔叫心房，下面2个腔叫心室。血从这里进，从这里出。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老朽行医50载，自负医道精深，今日方知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惭愧，惭愧！这老依依都被他3言2语驳得落荒而逃，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典狱长，你醒了，你可算醒了！别急着动，你的心脏刚经历一场大劫，需要静养。是你救了本官，举手之劳。举手之劳？本官昏迷之时，可是把你与那老恩医的论道听得一清二楚。你那套共脉构造的说法虽闻所未闻，却让本官这种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人信了几分。你们都退下，本官有话要单独问林大夫。是。你今日为何要救我？你我素不相识，你明日就要问斩，救我与你有何好处？难道你不想报复这吃人的赵玉，报复我这个典狱长？典狱长想多了，我是大夫，大夫眼里只有病人，没有恩怨。我救你不是因为你是典狱长，而是因为你是一个垂死的病人，而我恰好有救你的能力。见死不救，那不是我林渊会做的事。我执掌赵狱多年，人性的丑恶、阴暗、卑劣，什么嘴脸我没见过。可我从未见过有人能在命悬一线之际说出大夫眼里只有病人这样的话。这份心性，这份风骨，哪里像一个会舞弊、会下毒杀人的卑劣小人？我能爬到今天，靠的就是识人之明。这样的人才，若明日50被一刀砍了，那将是天大的暴殄天物。林大夫，本官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那一人能起死回生的本事是真是假？除了今日救我这般急症，你可还能治别的病？比如这赵狱里横行的闷病、痢疾，还有那些溃烂亮脓、九死一生的伤口。典狱长不妨直说，在我林渊眼中，这赵狱里的痢疾、瘟病、化脓溃烂之伤，根本算不上什么疑难杂症。我不仅能治，我还能让这座人间地狱变成一座没有瘟疫、干净整洁的活人之地。你需要什么？我只需要权力以及你的信任。好，林渊，本官信你。从今日起，你不再是死囚，你的死刑文书，本官替你压下。从今往后，你就是我赵狱专属的医官。我倒要看看你说的那活人之地究竟是何模样。多谢典狱长。不必谢我，是你救了本官的命，本官不过投桃报李。况且，本官也想亲眼看看你究竟有没有真本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典狱长给我权力和人手，7日之内，我便能让这赵狱的死亡减少70%。70%？你可知你在说什么？军中无戏言，这赵狱亦无戏言。你若做不到，典狱长大可恢复我的死刑。我林渊言出必行。好，本官就给你这个权利。赵铁，小的在。从即日起，林大夫便是我赵狱的医官，地位仅在本官之下。狱中一应人等，无论狱卒还是囚犯，凡林大夫所需，必须无条件配合，违令者严惩不贷。是，小的明白。典狱长赵狱头，既然要做，那我便从头说起。你们想知道这赵狱里的人为何会成片的死去吗？自然是牢里阴气重，犯人命数到了。错，不是什么阴气，更不是命数，是脏。脏？对，就是脏。你们看看这赵狱，
粪便横流，污水遍地，死老鼠、死蟑螂随处可见。犯人几个月不洗澡，伤口烂了也只随便用脏布一裹。这里的水是污水，空气是臭气。在这种地方，有一种你们看不见的东西，叫病气。它们藏在污秽里，无孔不入。人一旦沾上，轻则上吐下泻，重则高热溃烂，乃至丢命。而这病气最善传染，一个犯人病了，他的呕吐物、排泄面里全是病气，旁人沾上便也病倒。如此一传十，十传百，一场瘟疫便起来了。那依林大夫之见，该当如何？切断病气，我要在这诏狱里立3条规矩，这3条立下，7日之内死亡必减70%。哪3条？快快讲来。第1，消毒；第2，净水；第3，隔离。林大夫，这都是些什么名堂？小的一个字也没听明白。莫急，我一条一条说与你们听。先说第1条，消毒。我方才说了，这诏狱里到处都是看不见的病气，要想活人，第一步就是把这些病气杀死。如何杀？那是什么？哦，那是石灰，盖房子、刷墙用的。府库里堆了不老少。好，就是它！我要大量的生力灰。生石灰？生石灰性烈，遇水则废，能克绝大多数病气。我要你们用它，把整个诏狱里里外外、地面墙角，特别是茅厕和排污沟，全部撒一遍。污水横流的地方，重点泼洒。另外，犯人的排泄物绝不能再随意丢弃，专门挖几个深坑，所有污秽倒进去，再用生石灰层层覆盖掩埋，如此便能从源头先杀死一大批病气。这第1条能办到，赵铁立刻去办，把府库里所有生石灰都搬出来，按林大夫说的全域泼洒。是。再说第2条，净水。诏狱里的人喝的是什么水？自然是井水或河里挑来的水。那水干净吗？那水里一样有病气，很多人上吐下泻，得了痢疾，病根就在这水上。所以从今往后，我立下死规矩，全狱上下，无论狱卒囚犯，所有入口的水必须烧开，滚沸之后晾温了喝，生水一滴都不许喝。烧开，喝口生水而已，至于吗？小的从小喝到大，也没见喝出什么毛病。至于，病气最怕高温，水烧到滚沸，里面的病气10不存1，这是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多人的性命。从今往后，谁喝生水，就是跟自己的命过不去。最后，第3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隔离。前2条是杀死现有的病气，防患于未然。可若有人已经病了，那病人身上就是一个个移动的病气窝子，让他和健康人待在一起，就等于把健康人往火坑里推。所以必须隔离。我要把整个诏狱划分区域。第1，把所有已发病的全部集中起来，关到一个单独的、远离众人的牢区，我称之为病号区。第2，照顾病人的狱卒进出病号区，必须用煮过的布巾掩住口鼻，事后必须用烧开的水仔细洗手。第3，病死之人的尸体绝不能随意停放，更不能让人触碰，必须立刻用石雷灰处理深埋，他们用过的草席污染物一律烧掉。如此3管齐下，已病者关进病号区集中诊治，断绝传染他人之路；未病者处在干净之地。病气的传播链一断，这诏狱里的瘟疫便再难成事。好一个3管齐下！林大夫，你这3条规矩，本官准了。赵铁，小的在。传本官的命令，即日起，诏狱上下按林大夫所立消毒、净水3条铁律行事，3条由林大夫全权督办，各对狱民悉听林大夫调遣。但有阳奉阴违、消极怠工者，军法处置。是。林大夫有令，生水一滴不许喝，都给我烧开了再喝。谁不听话，后果自负。烧什么水？我喝了几10年生水，铁打的肠胃。都看见没？这就是不听林大夫的话，遭了报应。下回谁还敢偷喝生水，他就是例子。发热的、腹泻的、伤口化脓的病号区，身体强健毫无症状的健康区，略有不适的
观察区重点留意。这种烂法，神仙也救不回来了，别白费功夫了。忍着，这是在救你的命，过了这一下就好。记牢了，每日都要这样欢腰，清洗，一日不可断。布条要用煮过的。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赵狱里能有这么多天，一个死人都没有。林大夫，神了，真的神了！7日，整整7日，咱们赵狱一个死人都没添啊！您真是活菩萨转世，是我们所有人的再生父母啊！这哪里是什么死囚，我保下的分明是一尊活神仙啊！看什么看？谁敢对林大夫不敬，我第一个跟他拼命，还不快走远点儿！林大夫，天大的好事儿！典狱长说了，您救了这满狱人的性命，立下不世之功，这是典狱长赏您的。典狱长还说了，从今往后，后院最好的3间厢房就是您的住处，一应吃穿用都，全按狱中最高分例供给。您要还有什么需要，尽管跟小的开口，小的给您跑断腿也乐意。替我谢过典狱长，银两我收下了。不过赵狱头，比起这些，我倒还有几样东西更想要。林大夫，您说，别说几样，就是几10样，小的拼了命也给弄来。我要一间独立、干净、安静的大屋子，我要把它改造成一间专门用来诊病疗伤的地方。还有，我需要一批特定物件，质地最纯的烈酒，越烈越好。上好的精铁，我要打造一批臭手的刀具，以及大量干净的棉布和丝线。救活典狱长只是让我暂时立足，推行卫生防疫，让我掌控了这小小的赵狱，但这远远不够。那个陷害原主、草菅人命的真凶，还逍遥法外。林大夫，不好了，出大事了！典狱长他的靠山，锦衣卫指挥使大人府上，说是指挥使大人得了一种怪病，京城所有太医都束手无策，眼看就要不行了。指挥使大人的亲信此刻正在典狱长那里关着门密谈。指挥使，林大夫，您有所不知，这位大人姓陆，单名一个陈字，执掌锦衣卫，是天子近臣，权倾朝野。咱们典狱长黄大人便是陆指挥使一手提拔的心腹典狱长的靠山，就是这位陆大人。林大夫，这位是陆指挥使府上的总管王管事。黄典狱长，事关我家大人性命，你莫要拿这等年轻后生来诓我。京城最好的太医都看过了，束手无策，你这赵狱里的人能有什么本事？王管事不必动怒，我能不能治，得看是什么病。不如先说说指挥使大人的症状。我家大人3日前先是觉得肚脐周围隐隐作痛，起初以为吃坏了肚子，没当回事。可这痛非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而且这痛渐渐挪到了右边小腹这块位置，如今那一处痛得厉害，稍一碰便如刀绞。我家大人连腰都直不起来，还一阵身的发起高热，人都迷糊了。太医们来看了，有的说是肠中积了秽物，开泻药吃下去人痛得更厉害，有的说是肠积恶疾，摇头说治不了。如今我家大人疼得死去活来，高热不退，眼看就不行了。王管事，你家大人的病我知道是什么了。是什么病？能不能治？能治，但是此病凶险万分，寻常汤药真实皆无济于事。要救他的命，只有一个法子。什么法子？你快说！开膛破腹，取出病灶。什么？你要剖开我家大人的肚子？这岂不是要他的命？荒唐，简直是荒唐！你家大人右下腹里有一处地方叫阑尾，如今他已发脓肿胀，这颗毒瘤汤药泻不掉，针灸也消不了，他只会越来越肿，越来越烂，直到有一天，啪的一声，他溃破了，届时里面的脓毒便流进整个肚腹，
污染五脏六腑，那时你家大人会腹痛如绞，高热经转，在最痛苦的折磨中，活活痛死、烧死，纵是天王老子也救不回来。而我说的开膛破腹，并非要他的命，恰恰相反，是要救他的命。我要在他右下腹开一道小口，干净利道的切除，病根一除，脓毒之源便断，再仔细缝合，精心调养，你家大人便能转危为安，痊愈如初，切除毒瘤，这是他唯一的活路。王管事，你若还在犹豫，大可现在就回去。不过，以你家大人此刻高热神昏的情况，炎症随时可能溃破，我估摸着至多2个时辰，过了这个时辰，神仙难救。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求你救救我家大人，只要你能救活他，要什么我们陆府都给。起来吧，救人要紧，不必多礼。事不宜迟，立刻将指挥使大人秘密抬进诏狱来。抬进诏狱？对，手术凶险，需要绝对干净、安静、不受打扰的环境。诏狱深处正合适，况且此事关系重大，在诏狱里动手最为隐秘，不会走漏风声。好，我这就去安排。林大夫，你当真有把握？这可是陆指挥使，你我的身家性命可全系在你一人身上了。放心，典狱长，我行医从不打无把握之话。此病我见得多了，你只需替我准备好我所需的一切，剩下的交给我。好，你说要什么？我需要一间最深处的密室，要绝对干净，地面、墙壁全部用绳石灰水反复冲刷消毒，还要大量的纯度最高的烈酒，越烈越好。一批精铁打造的刀具，我画了图样，让最好的铁匠连夜赶制。还有煮个水用的大锅，干净的棉布、丝线。情况比想象的还急，立刻手术。是。成败在此一举。取麻飞凤3来，将这药末用温酒调和，给指挥者大人服下。药效正佳，即刻动手。好，麻醉的时间窗口有限，我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整台手术。这就是大人肚子里的毒瘤。对，病灶已除，伤口已合，接下来便是静养。只要按我的法子精心护理，严防伤口感染。指挥使大人，7日之内便可苏醒下地，月余之内便可痊愈如初。林大夫，你真是神医呀，神医呀！快，扶指挥使大人下去歇息。记住，我教你们的护理之法，一步都不能错。每日换药清洁，我会亲自来查看。我还活着。大人，您醒了，您可算醒了。王管事，这是哪儿？我这是怎么了？我记得腹痛难忍，后来便什么都不记得了。大人，您那是得了要命的怪病啊！京城所有太医都说治不了，让您准备后事。是这位林大夫妙手回春，把您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指挥使大人醒了，感觉如何？你便是救我性命的林大夫。举手之劳。是你为我治疗留下的。正是。大人腹中有一处名为阑尾的病灶，已然化脓，危在旦夕。我为大人将其切除，再行缝合。如今病根已除，大人静养月余便可痊愈。林大夫，陆某这条命是你救的，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大人不必如此，您伤势未愈，切莫乱动。救死扶伤，本是医者本分。林大夫，你这一身鬼神莫测的医术，究竟从何而来？你这等人物本该名动天下，玄无济事，为何会出现在这诏狱之中？
不瞒指挥者大人，实不相瞒，在下本是这赵狱中一名待决的死囚。什么？死囚？你这等医术通神之人，怎会是死囚？你犯了何罪？莫须有之罪。在下原是寒门书生，因略通算学，曾在户部当差核算账目，却不知怎的，竟被人构陷，安上科场赌币、毒杀同窗的罪名，人赃俱获，证据确凿，已被判秋后问斩。若非那日恰逢典狱长突发急症，被我侥幸救回，只怕此刻在下早已身首异处。林大夫，恕陆某直言，以你之心性品行，陆某断不信你会是那等卑劣之徒。这桩案子只怕另有蹊跷。多谢大人明察，此案在下确实是被人构陷，只是在下身陷囹圄，人微言轻，纵有冤屈，也无处申诉。蝗虫，卑职在。林大夫这桩死囚的案子，相关卷宗档案如今在何处？回大人，林大夫的死囚文书与案卷原本应已上逃刑部，只是当日典狱长突发急症，被林大夫救回，卑职便擅自将那问斩文书暂时压了下来，未曾上报行刑。如今那案卷文书还封存在赵狱的当房之中。你倒是个识时务念梗情的。卑职不敢，实在是林大夫医术通神，又有救命之恩，卑职不忍这等大才明珠蒙尘。林大夫，你这桩科场舞弊的冤案背后牵扯甚广，要彻底翻案，昭雪天下，尚需10月，需从长计议，找到真凭实据，方能将那构陷你的真凶绳之以法。但是，在彻底查清真相，为你平反昭雪之前，陆某断不能让你再顶着这死囚的身份命悬一线。蝗虫，卑职在。那份问斩的文书，还有赵狱当房里所有关于林渊科场舞弊、毒杀同窗的案卷档案，全部给我销毁！从今日起，这赵狱之中便再无死囚林渊此人。卑职遵命。你救我性命，又施展如此通神医术，陆某无以为报。这些许薄礼，万望你莫要推辞。来人，将备好的礼抬上来。大人厚赐，林渊确知不公，便收下。他日必以这些钱财多救些人命，以报大人今日之恩。哈哈哈哈！好一个多救些人命！林大夫有此济世之心，陆某幸甚，天下苍生幸甚。开膛破腹还能活，简直是天方夜谭。陆大人这气色，竟比病前还好。大人这消渴症重在管控饮食，戒糖，戒精米白面，多食粗粮蔬菜，辅以适量活动。随着接触的权贵越来越多，我听到、看到、了解到的关于这朝堂、关于那些隐秘往事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关于原主那桩科场舞弊冤案的真凶，似乎也在这日益庞大的人脉网络中，露出了一丝丝若隐若现的踪迹。老大人这病在肺脉，年深日久，肺气受损，加之老大人忧国忧民，常年劳神，更耗肺气。林大夫如此大才，又心怀仁善，却遭逢这等无妄之灾，实在是天理难容啊！老夫为官数10载，最恨的便是这构陷忠良、草菅人命之事。多谢孙老大人体恤，只是在下当年所涉之案，证据确凿，人证物证俱在，纵有冤屈，也百口莫辩。证据确凿，林大夫，你可知这世上多少冤案，便是栽在这证据确凿4个字上？越是看起来天衣无缝、铁证如山的案子，背后往往越是藏着滔天的黑幕。老大人此话怎讲？林大夫，老夫且问你，你当年在户部究竟因何事惹来杀身之祸？你当真只是单纯卷入了一桩科场赌弊案？在下当年似乎是在户部参与核算一批钱粮账目。钱粮账目？对，我依稀记得，当时我和一位要好的同窗在核算账目时，似乎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账目上的数字对不上，好像牵扯到一批官银。官银？林大夫，
你再仔细想想，是什么官银对不上多少？那位与你一同发现的同窗，后来又如何了？那位同窗，便是后来被我毒杀的那位，他叫周文。我们一同合账，发现了那批官银的蹊跷。我们本想将此事禀报上官，还没等我们说出口，周文便突然暴毙身亡，而我便莫名其妙地被指认为是因争夺功名嫉恨同窗下毒行凶的凶手。紧接着，又有人翻出科场毒赌币的所谓证据，将我打入死牢。从发现账目蹊跷到周文暴毙，我身陷囹圄，前后不过短短数日。林大夫，你可还记得你和周文当年核算那批官银究竟是哪一笔？是何时？又是用于何处的官银？我记得，那是一批用于赈济灾民的赈灾官银。赈灾官银，林大夫，你可记清楚了？当真是赈灾官银？千真万确，我与周文当时核算的，正是一批拨付往北方强受灾县的赈灾官银。账目上的数额与实际拨付入库的对不上，其中似乎有大量官银被人以某种方式做了手脚。林大夫，你可知道这赈灾官银4个字意味着什么？赈灾官银是朝廷拨付用于救济灾民、活人性命的钱粮。若有人胆敢在这赈灾官银上动手脚，从中贪慕克扣，那便是从灾民口中夺食，是要让千千万万嗷嗷待哺的灾民活活饿死、冻死啊！此等行径丧尽天良，人神共愤，其罪当诛9族。原来如此，难怪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杀人灭口，将我和周文彻底除掉。原来我们当年是无意中触碰到了这批被贪没的赈灾银。正是，周文发现了真相，立刻便被灭口，而你林大夫则被购获成毒杀同窗的凶手，又被栽上科场舞弊的罪名，打入死牢，成了那贪墨大案的替罪羊。知情者一死一囚，那批贪墨的赈灾银便神不知鬼不觉被人吞噬，那滔天罪行也被彻底掩盖了。好狠的手段，好缜密的算计啊！孙老大人，以您之看，能在赈灾官银上做下如此手脚，又能只手遮天，构建于我，将这惊天大案掩盖得密不透声之人，会是谁？林大夫，赈灾官银的拨发核算入库，皆归户部管辖。户部？不错，能在户部对赈灾官银动如此大的手脚，并将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之人，其权势、其地位，必在户部之中举足轻重，甚至可以一手遮天。当今户部主事者为户部尚书赵崇，而赵尚书膝下有一子，名叫赵廷。这赵廷仗着其父之势，飞扬跋扈，劣迹斑斑。早些年便有传闻说他在外私设矿场，铸造银钱，行那等调派官银、中饱私囊的勾当。只是碍于其父户部尚书的权势，又无真凭实据，此事便一直被压了下来，无人敢查。孙老大人，今日多谢您为在下指点迷津。这桩冤案的真相，在下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不仅为了在下自己，更为了枉死的周文，为了那些被克扣了救命钱的灾民。好一个为了灾民！林大夫有此心，老夫便放心了。林大夫，你放心，这件事儿老夫与你一同查。老夫这把老骨头别的本事没有，查访旧案、搜集证据还是有几分门路的。这构陷忠良、贪墨赈灾、草菅人命的国之蛀虫，老夫与你定要将他们连根拔起，绳之以法，还天下一个公道，还那些枉死的冤魂一个公道。希望能将赵狱中一处相对独立、宽敞的院落。林大夫所需，但有所求，陆某无不应允。最外面是问诊区，接待诊查病人，往里是药房，分门别类存药材，再往里是几间洁净、通风、采光良好的病房，且严格区分普通病房与隔离病房，防止交叉感染。
证据正在一点点搜集，虽然距离能彻底扳倒赵家的铁证还差关键几环，但我离真相，离为原主周文以及那些枉死歪民昭雪沉冤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父亲，近日孩儿听到一些风声，似乎有人在暗中查放那批北地赈灾银的旧事。哦，何人如此大胆？孩儿尚未查清，只是隐约觉得那查访之人行事极为隐秘，似乎还与那孙御史有所牵连。那个老顽固！还有，孩儿还查到，近来那孙御史以及京中不少权贵都频繁地出入赵狱。赵狱？他们去赵狱做啥？说是赵狱里出了一位什么神医，医术通天，能起死回生。那些权贵皆是去求医问诊的，可孩儿总觉得此事透着古怪。那孙御史身子骨硬朗得很，他凑这个热闹作甚？莫非这暗中查访旧案之人便藏身于那赵狱之中，与那什么神医有所勾连？赵狱神医孙御史，婷儿，你说的那个藏在赵狱里可能在暗中查案的人，老夫倒是觉得会不会就是那桩案子里本该死了的漏网之鱼？父亲是说当年那个被我们栽赃陷害打入死牢的林渊？不无可能，此人当年精通算学，正是他与那周文差点坏了我们的大事。我们虽将他打入死牢，判了问斩，可他若是没死呢？他若用某种手段苟活了下来，藏身赵狱，伺机报复翻案呢？那可如何是好？父亲，若真是那林渊未死，在暗中查案，我们岂不是危险了？危险？不过是一条本就该死的漏网之鱼罢了。既然他没死透，那便让他死个彻底。婷儿，你立刻去查，给我查清楚那赵狱里的神医到底是何来历，那个林渊是否真的还活着？还有，无论那暗中查案之人是谁，藏身何处，找到他，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绝不能让当年的事有半分泄露出去。是，孩儿明白，孩儿这就去办，定要将那漏网之鱼以及那胆敢查案之人一并铲除，永绝后患。为当年那桩大案的关键人物，周文的死绝不像卷宗上写的那样简单，他的尸骨之中极可能就藏着指证真凶的证据。尸骨上并无任何刀剑棍棒所致的损伤，果然是中毒。卷宗上说周文中毒身亡，这一点倒没作为。砒霜、三氧化二锌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剧毒。银针变黑便认定砒霜中毒，是这个时代验毒的铁律。当年正是凭这一条，把毒杀同窗的罪名死死定在原主头上。果然如此，周文根本不是死于砒霜，那毒素中确实含砷，所以银针发黑，被误认砒霜。但是除了砷，还伴生着另一种极其罕见的、特殊的重金属成分。这种伴生毒素绝非寻常砒霜所能含有，它只存在于一种特定环境之中，在丝字冶炼、提纯矿石，尤其是冶炼含杂质的劣质铅银矿石，才会作为副产物伴生出现的劣质铅银。这赵廷仗着其父之势，在外私设矿场，私铸银钱。铁证！周文兄弟，你的冤屈，你的死因，我终于找到了。你放心，真相逐将大白于天下。那害你性命的真凶，我林渊定会让他血债血偿。还差最后一环，如何才能拿到赵廷直接的罪证？他位高权重，又有其父庇护，行事极为隐秘狡诈，谈何容易？痛死我了！救命！快救命啊！救命！快给我儿看看，到底是什么病？赵尚书，令公子这是腰腹绞痛之症，来势汹汹，痛入骨髓，下官实在查不出确切的病根儿啊！莫非是肠中生了壅蛤？可这位置又不大像，会不会是中了什么邪祟？废物，都是一群废物！养你们这些太医何用？父亲，痛，孩儿实在受不了了。
老爷，小的倒是知道一个去处，或许能救少爷的命。快说，什么去处？听闻那诏狱之中有一位神医，医术通天，能开膛破腹、起死回生。京城不少被太医断了治不了的权贵，都是去那位神医处捡回一条命，或许能治少爷的病。备车！不，备阮教，立刻将婷儿秘密抬往诏狱，去求那位神医。林大夫，外面又来求医的了，来头不小，说是户部尚书府上的贵公子得了急症，痛得死去活来，京城太医都治不了，连夜抬来求您救命的。户部尚书赵崇，那个陷害原主毒杀周文、贪墨赈灾银的真凶。病人现在何处？什么症状？已经抬到外面医棚了。那公子捂着腰腹，痛得满地打滚，惨叫连连，冷汗直流，据说已经痛了好几天，连饭都吃不下，人都快痛死了。太医说是腰腹绞痛，却查不出病根儿。走，这位可是病人的家属。你便是那位神医，求求你，快救救我儿！他痛了好几天了，京城所有太医都治不了，求你一定要救救他呀！赵尚书，莫急，待我先为令公子诊查一番。这位公子，我需查看你的病情，可否让我按一按你疼痛的位置？肾区叩击痛剧烈，果然是肾绞痛，病根在实力，结石卡在了水道狭窄处，引发剧烈痉挛绞痛，难怪针药无效。这石头不取出来或不排出去，他这剧痛便永无宁日，直至脏器衰竭，痛疾而亡。赵尚书，令公子的病我确实看出来了。如何？神医可能治？能治，能治就好，能治就好。神医，只要您能治，要什么我赵家都给。只是令公子这病要治，须得开刀取石，凶险万分，而且此乃业障之疾，非寻常医术所能轻易化解。神医，你此话何意？赵尚书，你可知令公子这实力之症为何会如此凶险，如此剧痛，以至于针石无效，药石罔顾？这还请神医明示。寻常的实力虽也疼痛，却不至于此。而令公子体内这卡住的石头，我观其脉象，察其气色，其中凝聚的并非寻常的污浊，而是一股极重的戾气与业障。戾气、业障？正是。我行医多年，见过无数病患，唯有那些平生做下了伤天害理、罪孽深重之事的人，其体内才会郁结出如此沉重的戾气业障，凝而为石，堵塞经脉，引发这般痛彻心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业障之疾。此乃上天降下的惩戒。那依神医之见，婷儿这业障之疾可还有救？救倒是可以一救，开刀取石，化解病灶，我有这个把握。但是这业障之疾与寻常的病不同，病灶虽可以刀取之，可那郁结于其中的深重的戾气业障，若不能一并消解，纵然这一次侥幸取出了石头，止住了疼痛，那业障亦会再次凝聚，卷土重来，届时旧病复发，会比这一次痛上10倍100倍也救不回来。那该如何消解这业障啊？欲消业障，须得诚心忏悔，坦白罪业。令公子须得在动刀之前，将其平生所做的最大的恶事、最深的罪孽，毫无保留的亲口坦白出来，写下忏悔书，以求上天与那些被他所害的冤魂的宽恕与谅解。如此方能消解那郁结的戾气业障，断绝病根，手术方能真正药到病除，永绝后患。否则业障不除，纵然取石亦是徒劳，令公子终将难逃这冤魂索命、痛疾而亡的天谴报应。他那根早已崩断的理智之弦，加上对活下去、对止住这要命剧痛的疯狂渴望，我说，我什么都说，只要不痛，只要能救我的命，我什么都招。婷儿，不可，你糊涂啊！赵尚书，令公子以生忏悔之心，这是上天给他的
最后一次消解业障、得以活命的机会。此乃天赐良机，万不可错过。你若强行阻拦，逆天而行，断了令公子的生路，那他便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父亲，我要活，我不想死，让我说，让我说。好，婷儿，你说，你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只要能活命。是我调换了那批北地的赈灾官银，我用丝矿里铸的劣质铅银，换走了国库里的真官银。那些赈灾的银子都进了我的私库。那个叫周文的户部书办是你毒杀的吗？是我。那周文和另一个叫林渊的，他们发现了账目的破绽，要告发我，我便用从私矿里弄来的毒药毒死了周文，然后嫁祸给那个林渊，说是他因为科场争风吃醋，嫉妒周文才下的毒，又伪造了他科场舞弊的罪证，把他打入死牢，让他替我顶罪。那批赈灾银是我赵家贪了。周文是我杀的，李渊是我冤枉陷害的，都是我做的。好，你既已诚心忏悔，坦白罪业，业障已消大半。接下来，你只需将方才所说的亲笔写下、画押，以示你忏悔之诚心。如此业障方能彻底消解，我便可为你开刀取石，根治完毕，保你性命。执笔伺候。林大夫，放心，老夫这就将此铁证，连同那毒物的验证结果一并呈交大理寺与御史台。这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国之蛀虫，老夫定要让他们伏法谢罪，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神医，救头！你做下的恶事，调包赈灾银，害死无数灾民。毒杀周文，构陷林渊，桩桩件件罄竹难书，天理难容。你犯下的罪，自有国法公道来审判，来惩处。你必将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应有的代价。但是，你的命由国法来定夺，而此刻你是一个垂死的病人，救你性命是我作为医者的天职，我便要竭尽全力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原则。调包赈灾官银，毒杀同僚周文，构陷书生林渊。好一个户部尚书赵成，好一个赵廷，竟敢贪墨赈灾官银，草菅人命，构陷忠良，其罪当诛。此案干系重大，牵连朝廷一品大员，更涉及国库赈灾银两，关乎国本民心，必须立刻禀明圣上，岂有此理！赈灾银两乃救民性命之根本。赵崇父子竟敢坚守自盗，中饱私囊，更杀人灭口，构陷无辜，视朕之子民如草芥。传朕旨意，着大理寺督察院刑部三司会审，即刻将户部尚书赵崇及其子赵廷革职下狱，严加审讯。其私设矿场、私铸银钱、调包赈灾等罪行，给朕一查到底。所贪墨之赈灾银两，悉数追缴。赈济灾民，涉案人等无论官职大小，一律严惩不贷。林大夫，洗刷冤屈了，咱们林大夫终于恢复清白了。周文兄弟，原主，你们的冤屈得雪了，那害你们的真凶已经伏法，你们可以安息了。此子着实有趣。陆爱卿，这林渊揭破赵家惊天巨案，使真相大白，朕银归位，活灾民无数，可谓大功一件。朕已为其平反昭雪，恢复清白，并加以褒奖。只是朕听闻此子在那诏狱之中行医救人，颇有些神乎其神的本事，甚至能开膛破腹，起死回生。可确有此事？回陛下，确有此事。而且林神医之医术，何止是神乎其次，简直是鬼斧神工，匪夷所思。臣那要命的长庸之疾，便是被京城所有太医束手无策，断为必死之后，被林神医开膛破腹，取出病灶，又妙手缝合，这才捡回一条性命。臣今日能安然立于陛下面前，全赖林神医之再造之恩，竟有如此奇效，
岂止臣一人，京中不少被太医判了死刑的疑难杂症，到了林神医手中，往往都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便是那几位王爷、部堂亦曾受其恩惠，只是碍于林神医先前戴罪之身，此事方未张扬。朕想亲自会一会这位能开膛破腹的奇人，看看他是否真有传闻中那般神乎其妙。陛下若想召见林神医，臣这就去传旨。朕意已决，朕要微服私访，亲自去那赵狱会一会这位林神医。哼，朕倒要亲眼看看，这搅动了京城风云的赵狱神医，究竟是真有惊天伟地之医才，还是徒有虚名？陆爱卿，你立刻安排。朕要扮作一位深受腿疾折磨却求医无门的皇商富汉老爷，秘密前往赵狱求医。朕要亲眼见证赵狱神医的真正本事。老爷，你慢些。赵狱里那位林神医便在此处。与我想象中赵狱那阴森污浊的景象截然不同，有点意思。陆大人，林神医，今日陆某为你引荐一位贵客，这位是江南来的皇商王老爷。王老爷常年被一种腿疾折磨，遍寻名医而不得治，听闻林神医医术通神，特来求诊。王老爷，老爷远道而来，辛苦了，请坐。久闻林神医大名，今日一见，神医果然年轻有为，气度不凡。老爷过誉了，老爷不远千里来求医问诊，想必这腿疾已折磨老爷许久了。何止许久，这病已折磨了我10余年，每每发作，那脚趾脚踝处便如同有千万根针在扎，有烈火骨髓在烧，连路都走不了。寻遍了天下名医，吃了无数的药，却始终断不了根，每隔些时日便要发作一回，痛不欲生。老爷，可否容我看一看您的患创？老爷平日里可是喜食大鱼大肉，尤其是那些肥甘厚味、浓汤老火。正是。那老爷可也喜好饮酒？嗜酒如命，每日不饮上几杯，便觉浑身不自在。老爷，您这病我看出来了。哦，神医快说，我这折磨人的腿疾到底是什么病？可能治得了？老爷，您这病并非什么疑难杂症，说穿了，不过是一种富贵病罢了。神医此话怎讲？我这病痛起来要人命，怎会是什么富贵病？老爷，您这病有一个名头，叫做痛风。古时亦有人称之为白虎力竭，指其发作时痛如猛虎食咬，力坚关节。白虎临节？正是。老爷您想想，这病为何偏偏多发于您这般钟鸣点石、参参珍馐的富贵之人，而那些粗茶淡饭的寻常百姓却鲜少患此顽疾？这是为何？老爷，人吃下的食物在体内运化之后，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浊毒的物质。这浊毒本应随着人的水液代谢排出体外，可是那些肥甘厚味、浓汤老火以及那醇酒，它们恰恰是滋生这浊毒最风日的温床。老爷您参参珍馐，又嗜酒如命，体内产生的浊毒便远超常人。而这浊毒一旦过多，身体来不及排出，便会在体内淤积沉淀。这些淤积的浊毒最喜欢沉积在人体的关节缝隙之处。原来如此，怪不得那些活血祛风的药皆是治标不治本。那这痛风可有根治之法？老爷，要根治您这痛风倒也不难，只是这法子怕是要让老爷舍弃许多您平日里最享受的东西了。不知老爷您可舍得？舍弃？正是。老爷，您要根治此疾，单靠吃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关键在于管住嘴。管住嘴？对，从原条上减少体内浊毒的产生，再辅以方法，将已经淤积的浊毒慢慢排出体外，如此标本兼治，方能真正根治顽疾，永绝后患。那我该如何做？老爷您往日顿顿肥鸡肥鸭，从今往后这些荤腥需大大减量，
浅尝辄止即可。日常饮食多食蔬菜瓜果，多饮清水。除了管住嘴，老爷您平日养尊处优，少于活动，气血运行不畅，也不利于浊毒排出。日后可在身体不痛之时多走动走动，舒展筋骨，促进气血流通。至于眼下您这关节处红肿热痛，需先消了这痈热，止住这剧痛。我这里有一味药可解此疾。老爷，您将此药按我说的法子内服外敷。内服可清细体内淤积之浊毒，外服可消解关节处之痈热，缓解红肿剧痛。戒口，多喝水。不出7日，您这急性发作的剧痛红肿必能大大缓解。当真？老爷只管依法施治，戒口忌嘴。7日之后，效验自见分晓。好，我便依神医所言，我倒要看看这7日之后是何光景。龙体欠安，胃口不开，怎么撤了这许多珍馐？不那么烧了。神医，真乃神医也！这要命的顽疾，竟被那赵狱中的林渊7日便根治了。此子之医术，已非神字所能形容。陆晨，臣在，传朕口谕：那赵狱神医林渊，医术通神，妙手回春，根治朕之顽疾，立下大功。取朕随身玉佩来。陆晨，你将这块玉佩亲自送去赵狱。传朕旨意，特设奉天医正一职，由林渊担任，专为朕及皇室诊治。志同四品，自由走走宫禁。朕要让天下人知道，朕得了一位绝世的神医。林神医，实不相瞒，前几日那位王老爷便是当今圣上，圣上被你那7日便根治了顽疾。龙颜大悦，对你的医术赞不绝口，推崇备至，特赐你这随身龙纹玉佩，更擢升你为奉天医正，直同4品，专为皇室诊治。林神医，你这是一步登天啊！哈哈哈哈哈哈！陆大人，圣上隆恩，林渊感激不尽。林某定当竭尽平生所学，为圣上，为皇室，为这天下苍生，鞠躬尽瘁，万死不辞。哈哈哈哈！朕这身子竟一日轻快过一日。林清这健康管理之法，真乃神效。哦，京城大营突发恶疾，士卒成片倒下，浑身起疹，高热溃烂，已死数百人，且疫情正以惊人之势向京城蔓延。太医院束手无策，恳请圣上定夺。陛下，京城大营疫情凶猛，士卒成片倒闭，浑身起疹溃烂，此乃天花之兆啊！陛下，老臣等唯一能想到的法子，便是那沿用了千百年的封城、隔离、焚烧尸体，乃至将整片爱区的活人连同病患一并焚毁。疫情已向京城蔓延，若不能及时遏制，一旦蔓延入京，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是啊，陛下，京城100万军民一旦染上天花，那将是亡国之祸呀！可那天花根本无药可济，太医院依然束手无策，这可如何是好啊！传旨，朕要即刻召见奉天医正林渊，火速进宫，金銮殿见朕。臣奉天医正林渊参见陛下。林爱卿平身，爱卿你来得正好，想必你已知晓，京都大营爆发了天花，疫情正向京城蔓延。满朝太医束手无策，朕召你前来，便是想问你，你可有制服这天花的良策？回陛下，天花之役看似凶险，实则可防。林渊，你休得在此妖言惑众！老夫行医一甲子，潜心医道数10载，这天花之役自古便是绝症，无药可医。多少名医圣手面对此症皆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横行人间。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后生，竟敢在此大放厥词，说什么绝症可破？是啊，天花乃天降之灾，岂是人力所能抗衡？林医正，慎言呐！此乃金銮殿，岂容你信口开河？治病
难道就只有在人染病之后去治这一条路吗？为何我们不能在人尚未染病之前便防住它，让人根本不会染上这天花呢？防患于未然，这才是制服天花真正的上上之策。荒谬！那天花传染力极强，神鬼莫测，避之尚且不及，你竟说能让人根本不染？除非能未睹先知，能呼风唤雨，黄口小儿，痴人说梦。是否痴人说梦？陛下，臣斗胆，请陛下给臣一个当殿言明的机会。臣确有一法，可让健康之人永不再惧天花。此法，臣称之为种豆法。林爱卿，何为种豆法？速速道来！陛下，诸位大人，敢问，一个人若是曾经得过天花，侥幸活了下来，他日后还会再得天花吗？老夫倒是听闻过，似乎得过一次天花又侥幸活命之人，日后确实极少再染天花。可这是为何？问得好，正是此理。一个人得过一次天花活了下来，他的身体便仿佛记住了这天花的样子，从此对这天花产生了一种抵御之力，日后纵然再遇天花，也再难染上。诸位可知道这是为何？人的身体自有一套奇妙的护卫之力，我称之为卫气。这卫气便如同守护城池的兵卒，当天花的异毒第一次入侵人体，这卫气从未见过这等敌人，便会措手不及，节节败退，于是人便病倒。可若是那侥幸活下来之人，他的身体里那卫气在与天花异毒的殊死搏斗中，渐渐认清了敌人的面目，学会了克敌制胜的法子。于是他的身体里便留下了一支专门对付天花异毒的精锐之师，故而此人便永不再惧天花。原来如此，难怪得过天花者便不再染病，原是身体里留下了那克敌的精锐之师。陛下圣明，既然得过天花便能永不再染，那么我们何不主动的让健康之人先得上一次那最轻微的天花，让他的身体提前操练出那支精锐之师，从而对真正凶险的天花产生永久的抵御之力呢？这便是我所说的种豆法的根本所在，以毒攻毒，主动将那微量且毒性极弱的豆苗种入健康之人的体内，让他发一场轻微的不致命的天花，从而激发体内的卫气，练就出那抵御天花的精锐之师。如此，待将来真正的天花异毒来袭，此人便固若金康，永不染疫。若是此法当真可行，那岂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可以彻底摆脱天花？这悬在头顶的索命利剑，那将是何等惊天动地的伟业！一派胡言！将天花的豆苗主动种入健康人体内，亏你想得出来！那天花异毒何等凶险，你主动将这索命的毒汁种入人体，这与谋杀何恋？你说什么轻微的豆苗，可这毒性谁能把控？万一种轻了无用，种重了，岂不是亲手要了人的性命？届时非但防不住天花，反而会平白害死无数无辜。还有，你竟说可取那牛身上的豆疮囊液种入人体，那牛乃是畜生，将畜生身上的肮糟囊液种入我等人身，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是引来邪祟，自取灭亡之道。陛下，此子妖言惑众，其法凶险万分，若贸然推行，必将酿成大祸，生灵涂炭呐！万万不可听信。这种斗法毒性失控，或那牛痘引来邪祟，害死了人，那可如何是好？诸位大人也心存疑虑，不敢轻信，空口争辩无益。既然如此，臣愿以己身为凭，臣恳请陛下允准，由臣亲自接种这牛痘。接种之后，臣愿亲身走入那天花肆虐的隔离灾区，以臣与那死囚的性命来证明这种药法究竟是救人的仙术，还是害人的妖法。若臣接种牛痘之后，走入疫区染病而亡，便是臣妖言惑众，罪有应得，任凭陛下处置。可若臣安然无恙，那便请陛下力排众议，在这大前推行这种痘之法，为这天下苍生挡住那天花的索命镰刀。好，好一个林渊，好一个以身为凭，朕准了。
开始吧。陛下，您看那林渊接种牛痘，果然种出了痘脂，发起了热，这分明就是染上天花的征兆。此法凶险害人，陛下万万不可再被他蒙蔽呀！陛下勿忧，此痘疹、滴耶，非但不是染病之兆，恰恰相反，此乃牛痘发苗之正常反应，是沉于死囚体内的胃气，正在与这温和的牛痘搏斗，练就精锐之师的征兆。这痘脂与那凶险天花所发的脓疮截然不同，它温和轻微，绝不会溃烂。蔓延危及性命，不出数日便会结痂脱落，届时接种便大功告成。林爱卿，此去凶险万分，你当真要走这一遭？陛下，臣既已立誓，便绝不退缩。医者治病救人，岂能因凶险而牺牲？这种诱法乃是救人的仙术，为这天下苍生扫清那天花的阴霾。牛痘种斗法竟真的有效，竟真的能让人不染天花。成了，林渊成功了。那种牛法，那牛痘真的可以让人永不再惧天花。林爱卿，你为朕、为大钱、为这天下苍生寻得了根除天花的生路啊！陛下，诸位大人，事实已然证明，接种牛痘可使健康之人获得抵御天花的胃气，从此永不再惧天花。此法温和安全，绝无性命之忧，乃是根除天花、护佑苍生的不二方法。林神医，老朽有眼无珠，以凡俗之见妄加揣测，险些误了这救命的仙法，误了这天下苍生。老朽知错了，老朽向您谢罪。孙元瞻，快请起。院判一心为陛下为苍生虑事谨慎，何错之有？医道一途，本就需不断革故填新。今日你我同心，为这天下根除天花，便是大善。传朕旨意，奉天医正林渊现牛痘种痘之法，以身验证，根除天花，功在社稷，利在千秋。朕即刻下旨，在我大前全计推行牛痘接种之法，着林渊为总督办，全权负责此事。调集太医院及天下医者，接听林渊调遣，学习种痘之法。出动军队协助，护送豆苗，维持秩序。务必将这牛痘接种之法推行我大前每一州、每一县、每一乡。朕要让我大前的子民人人接种牛痘，从此再无天花之患。朕要在朕的治下，将这肆虐千年的天花彻底根除。陛下圣明，吾皇万岁，万万岁！朕特封林渊为济世侯，赐丹书铁券，更擢升其执掌新立之太医院，那经林渊改革后的全新医政机构，总领天下医政。朕要让林济世侯将那济世活人的仙术惠及我大前的每一位子民。师父，您从一介布衣历经坎坷，创下了这济世活人的万世希业，根除天花，救民无数，如今更桃李满天下，医道泽庇苍生。您真乃我辈医者毕生追随的楷模啊！为师所做的一切，不为封侯拜相，不为名垂青史，只为4个字：医者仁心。医道之大，不在医术之高超，而在这一颗救死扶伤的人心。你们当谨记，无论身处何境，无论医术如何，心怀苍生，救死扶伤，以所学济世活人，此便是我辈医者毕生所求的医道。